来介绍的是和尚头，很多人觉得很垃圾的肉，然后就是直接拿去做便宜的炖煮，这就是它叫做龟指甲原因，因为它长得有一点点像菲力，就是我不跟你讲，你没有看它怎么切出来，你不会知道它是什么。我们来吃看这块假菲力，吃起来跟真菲力有差多少？我觉得比菲力好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又来介绍牛肉，一样啊，是 The Grove 乐天和牛的品牌。上一次也是介绍这个品牌的背肩的部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介绍的是和尚头，是一块没什么人要的肉，很多人觉得很垃圾的肉。一样，它是 M89等级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它像和尚头，我看不出来它跟和尚有任何关系。日文的话叫 Maru 或是新 Maru。那这块肉在腿上，大家觉得很垃圾啊，因为腿上就是第一个活动量大，肌肉纤维粗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筋膜非常的多到爆炸的多，所以很多人觉得它很难去使用，因为它价格很便宜，尤其是在澳洲和牛的时候呢，它的批发价会便宜到一个很夸张的状况。以前在开餐厅的时候，我会拿它来做塔塔牛肉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把它打开来。那在日本这一块肉其实也可以拿来做牛排跟烧肉，因为它里面有一块星星肉，对，星星肉它就很嫩，非常的软嫩，甚至比那个沙朗还要嫩很多。所以这块肉如果好好使用的话，其实会非常的好吃。常常我觉得啊，就没有不好的材料，就是如果材料新鲜的话，不是部位的问题，是你会不会用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就先把血水擦干。在修青的时候，我会先把血水擦干，一个原因是不要让它就是湿的，这样会很不好切，然后可能会喷洒这样。再来就是我会顺便摸一下有没有碎骨，对，因为毕竟在分切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会用锯的，那锯的话就有些碎骨会喷。对，我腿肉通常还好啦。如果是肋眼啊这些部位的话，常常都会有，然后一切可能刀锋就崩了。做和牛在分切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它表面的脂肪就很少。如果你今天是日本和牛的话，基本上整块都还是有。那这块肉它其实可以分成3个大部位啊，一个就是盖肉，日文的话叫龟指甲 （Kamenoko）， 星星肉跟 Kamenoko 都可以拿来做成烧肉的部分，甚至可以拿来星星肉可以拿来做牛排，都非常好吃。台湾这个部分常常就是直接拿去做便宜的炖煮，就是切大块拿去炖煮，因为它很多的筋膜。对，拿来炖煮后会有点半筋半肉感觉，可是它瘦肉实在太多，其实炖煮起来也不是这么的适合。那我们就现在把这外面的这些脂肪先修清掉，然后这样你会比较能够看清楚，说它要从哪边入手。这边这一刀就是某个人很懒，就拿刀子切进去，然后拿出来。这边这一个洞，算了，反正是边边的，算了，原谅它。然后这一块肉非常的瘦，然后筋膜又非常的厚，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看出来说它的到底筋膜在交接处在哪边。然后这块肉在修的时候啊，它纹理是这样长的，所以你尽量就是要沿着它的纹路来修。那像这种不是很重要的筋膜，其实有时候我就不会修啊。那像这种比较厚的，就要稍微处理一下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边其实这块肉，因为它纤维比较粗啊，所以它已经很松散，它这边就已经可以打开了。对，那这底下这个是侧盖肉，我们就稍微用手拨一下，去找到它的那个连接点，去修它。那有些人习惯拆这个龟指甲的部分，那有些人习惯就是先拆底下，那我们就先拆这边，因为这边已经比较松散了。稍微一边用手去拨。然后一边用刀子去把它稍微切开。侧盖肉就是一个非常复杂，里面全部都是筋膜的肉，也是这一块肉里面最适合炖煮的肉。那你要把它修到很轻也是可以，如果你要做汉堡的话，就要把它修到很轻。这就是侧盖肉，基本上这块就拿来炖煮。你看这个筋膜超级厚，这边有一个骨膜，把它架在这上面修，这个地方就是修掉了。这地方炖了也不会好吃，刀子去顺着膜去切，这就是我们的侧盖肉，很硬，很多筋啊，炖煮超好吃，因为风味很够。我们通常都会说，如果说一块肉要好吃的话，其实血流量会影响到它的风味，所以你完全没有血流量的肉，炖起来都不会好吃。像你不会拿来炖菲力嘛，你不会炖菲力啊，菲力炖起来根本就不会好吃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拆龟指甲。我们看到这边有个界限，然后我们就你可以用手去拨看，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先从这边开始。你要怎么样找2个不同的肌肉，就是看它的走向，如果差很多的话，就通常都是不同肌群。
那这一块肉，这块就是星星。星星肉的话，它是圆弧状的，所以你要尽量怎么样去修它，让它那个圆弧可以保持住，不要浪费太多。好，这就是龟指甲，这一块就是星星肉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修清。那我们刚刚看到这边其实有一点那个这就是我刚刚没有修好的，就是带到一点星星肉，对不起，牛。对，然后我们先把脂肪修掉。有些人会说它，因为它就盖在上面了，看起来像是一个龟壳，其实不是，就它切出来的纹理是像一个六角形、八角形这样子，所以叫做龟指甲。日本烧肉店有时候比较便宜平价的就会给这个部位，其实它不难吃，只是它相对单价便宜。对，那我们把刚刚这个多的星星肉这样把它挑起来，找到它的界限在哪里。它中间还是有一块筋膜去区隔它。所以你这个筋膜不拿掉的话，就会很难吃，就没有办法当做烧肉片来使用。这块肉就是比较费一点精神要处理它，可是你好好的处理它，就是一块好吃的东西。然后觉得和尚楼就很垃圾，然后整块就拿去给我推。我知道很多那个和牛吃到饱的店啊，不会给这一块，然后就整块拿去推，类似稍微修一下它就变超好吃的，好不好？这块肉就是你不流率不要太夸张。都不会心疼啦。我们看一下哦，我们在切之前都要先看它的纹理长怎么样。它的纹理是这样，很整齐，超级整齐的。然后我们要切的话，看这边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切的面？所以它纤维长这样，我们就切这样子。这个部位我就先拿掉，拿去炖煮之类的，或是切成肉片这样子，这样都可以切成炒肉丝，就逆纹切。虽然很瘦，可是它很软。并不会说太硬的。接下来我就来分切烧肉片的大小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，其实它纹路是长这样，所以你在切的时候，你要慢慢的刀子要改形状。那我们就先从这边开始切。那这就是它叫做龟指甲的原因，它看起来像乌龟的壳的纹路。如果是日本和牛 A5 的话，它纹路会更漂亮一些。不同的地方，它的切出来的质感也会不一样。看，这个就很漂亮。所以这就是有趣的龟指甲。如果说你切到这边的话，后面的话，其实它油花也很漂亮。那这边就要稍微换一个角度切。然后这块就不适合切得太厚了，所以如果你像我切这么厚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给它一些刻花，一些斜刻花，去稍微让肌肉纤维再短一点。油花很漂亮，味道又够。那我们接下来切下一块，星星肉。星星肉它其实也是2块肌肉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分开来。那我现在先把表面给修清掉。和尚头这块肉，它本来就是应该会接着一块叫做有三角的部位，可是在日本的分切里面，有三角会留着，可是在这边就没有。对，因为那块很好吃，很贵，是稀有部位，所以呢，他们就把它另外分出来了，另外分出来卖，价格完全不一样。金星肉呢，它也是少数可以当做牛排来使用的腿肉啊，所以用慢烤的方式慢慢烤，烤到里面的筋都软掉，也是有这种方法。有明明就可以当做烧肉好好卖的部位，为什么要？拿去烤是可以的，只是它里面的筋有时候吃起来是蛮难吃的。是不是2块肌肉？这边是长这样子，这边是长这样子，所以是2块不同的肌肉。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分开，然后把里面一条筋拿出来，就这条筋。不是很粗，可是还是要拿掉，不然它会很影响你的口感。就是沿着这条筋把它切开来。你用刀子的触感去感觉它那条筋在哪里。那这一面基本上没有那条筋的啦，剩下这样一点点，就把它切掉，放一边去。这个明显这条筋中间的筋在这，那我们就把它拿掉。这边没有切好的话，就是会有一些耗损。这个耗损是可以避免的啦。
如果你对这块肉够熟悉的话，像我就没有那么熟悉。那筋到中间后面就会比较不见了，所以你自己可以考量说，你要修到哪里去。那这表面的就看你要不要修，还是要留一点在上面，让它有一些油脂。那我们今天就让它尽量轻一点好了，因为要做烧肉片的话，很多部位都必须要舍弃掉。所以你去吃日本烧肉，并不只是和牛贵，就是它修清的耗损很多，然后工很多，工超多。那这块肉还有这一块，这两个就星星，对，它本来是一块，然后我们把中间那条拿掉之后就变2块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切开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子。你看它肉色非常的淡，跟这边比起来，2块肉色完全不一样，肉色非常的淡。这块肉它就是非常非常嫩的地方。就可以拿来做烧肉片，星星肉的烧肉也是一样，毕竟它腿肉啦，所以你还是不能太厚。看我有拿来做牛排，我做一块看看好了。然后这一块星星肉我们也拆开来看。这块我在日本常看到他们拿来做铁板烧，和牛铁板烧的刺身肉的部分。这块的肉色你看就比这一块稍微黑一点，两个肉色比起来就还是有差异。即使是同一个肌群，还是会有一点差异。我试试看这边切起来的感觉，这边的油花就也比较密一点，筋也比较少，都来吃吃看。你喜欢的话，其实这块拿来做炒肉丝啊，这些都是可以。然后，因为它长得有一点点像菲力，是不是？我不跟你讲，你没有看它怎么切出来，你不会知道它什么东西。对，然后它又再把它卷好来，拿去冷冻。菲力，不是我说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我没有，的确不鼓励大家这样做，不要骗人啊。可是我觉得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提供一个好的肉品，那你卖的售价，你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，的确是可以让它有比较高的价值来。那我们现在来直接吃我们的这个和尚头的分切部位。那这边这个是星星肉，就是我说非常软嫩的一块肉，然后这个是龟指甲。那龟指甲我们看，其实现在应该看得出来啊，现在颜色更深啊。就是它一个龟壳状的，就是一个非常比较瘦一点点的肉，不过一样很好吃。那星星肉我想要先来做一下达达牛肉，把它切细丝，看这样切出来其实都还很漂亮。可是你其实看它的肉色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软嫩的肉了。如果你今天是一些更软的地方啊，譬如说 A5 和牛的菲力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直接这样子切丝就可以吃了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和尚头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切一下，切成小丁，稍微不要切太小，就当然有点口感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想要让它有点乳化的话，你就是把它敲一敲，然后我们就放到这边来。那我们就在中间开一个洞。为什么要弄一个洞？为什么？不要看。那你还说你没吃过？我看过啊。哦，没吃过也看过是？没吃过猪也看过猪走路的状态。然后我会撒一些盐，加一点点胡椒提味。日式的话要加一点胡麻油，只能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就把蛋黄拌进去，然后这个搅的时候你就稍微把它乳化。那我觉得这个部位星星肉和尚头的部位也是拿来做这个很好吃。然后这时候如果你有生菜的话，就可以包着生菜吃，或是直接就吃了。超好吃的。然后老实说，我们是连上机一起拍的，所以我们刚刚吃了很多东西。现在我吃这个才觉得好吃，表示说真的是 OK 的。你要不要吃？有点像吃生鱼片。对，有点像尾鱼，因为它腿的味道比较重，所以会有点点那种铁质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开始吃肉是不是？又要吃烧肉，又要烧肉。拿一块牛油来，我铁盘刚刚有稍微刷过。然后这个是星星肉的烧肉。那刺身肉的话，脂肪稍微含量比较少，可是你找对地方，其实才是很好吃。它稍微收缩了，腿肉就是很快就会收缩。啊，可以了。我不会说它是一块入口即化的肉，可是我觉得风味是我很喜欢的味道。因为刺身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油脂的风味。我们刚刚吃的这边比较红的，就中等的，这边有更红的，稍微红的，然后我们现在吃比较白的，白的应该会更嫩一点。
然后刺身肉跟其他肥肉的地方不同，就是它真的会把那个铁板上的油吃掉。那我们这块来吃更深一点。比较 Q， 比较软，很好吃。一样有那个腿的风味，可是其实不太一样。明明就是很接近的一个鸡群，可是吃起来就不太一样。我觉得星星肉如果会烤的话，它就是一块很瘦，可是很软嫩的肉，我觉得不会比菲力差，可能菲力会更软一点点，没有错。可是这块肉的确是蛮好吃的。我们看刚刚龟指甲比较红的部位，再来试试看，这块是最红的那一块，相对有咬劲，就是好吃的烧肉，是有味道，而且风味是好的，也不会有腿的铁质很重的味道。这是我们刚刚的那个龟指甲，龟指甲看起来比这个星星肉再瘦很多，就不要烤太久。我觉得稍微硬一点，可是如果切得够薄的话，是很好吃的一块肉，味道跟这个比星星肉还要重很多，它更甜。那我们吃看龟指甲的，这个比较白、比较薄的部位，它搞不好更适合拿来做打打，而且它本来就是一个片状的，所以它应该会有很多的边角可以拿来做打打。好吃，完全可以。接下来我们来吃这个是刚好刻花的，我不确定刻花会不会比较好。我之前吃的龟指甲是没有刻花的，试试看。这块我觉得可以吃很深，可能一下子就可以了。那肌肉收缩的很快，那个汁液很快就会被挤出来。刻花这个口感比较轻盈一点，不过我觉得相对这块肉不太适合刻花，因为它筋板也不多啊，是肉质纤维的问题，所以你刻花之后，它的那个肉质损失的比较快，就有点可惜。所以这一块就是切薄片，然后不管你涮火锅或是要拿来就是做烧肉都是可以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吃看这块假菲力，吃起来跟真菲力有差多少？老实说，如果不跟你讲的话，你很多人也分不出来是不是菲力啊。不过肉质一定会跟菲力不太一样，那好不好吃见仁见智。如果你发现名字里面有不是菲力以外的字眼，什么菲力星啊、菲力什么的啊，通常就不是菲力了。我不是说大家都这样啊，会有人这样做，因为你真的分不出来。真的菲力是真的非常非常嫩啦，有没有像菲力的感觉？如果用塑形的话，就更像。让它 rest 一下，肉我们稍微让它凉一点，看起来是好吃的。很好吃，我觉得是有味道的肉，我觉得比菲力好吃，而且还带一股奶香味。比起菲力的话，我觉得味道更多。因为我们刚刚吃的是星星肉，然后这个是龟指甲，一样都是和尚头的肉，然后和尚头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侧边肉啊，那我们就拿去炖煮啊，那块就比较难拿来做烧肉，可是它炖煮一定是好吃的。那只要你愿意花一些时间来好好的把这些肉，就把它修出来，然后修筋，把筋膜去掉，其实它们都可以变成很不错的一个烧肉部位。就算是这种那么红的刺身肉，它也可以非常非常好吃。像龟指甲就是切薄一点，那这个的话，星星肉我觉得真的无所谓，它真的很软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到留言的地方留言。是有更多问题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赖社群里面。我们的赖社群里面有很多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其他很多人，他们都会回答你的问题。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有趣的有关料理知识的相关讨论。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希望欢迎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抖内。做影片不容易啊！你看我今天吃那么多肉，我快死了。沉重负担。好啦，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